场无法回头的爱恨修罗场，临江仙的血色浪漫与致命情缘。520的刀锋之吻，甜蜜节日中的血色浪漫。520，在这个本该洒满玫瑰与情话的日子里，临江仙却以一记血吻打破了所有关于浪漫的幻想。曾舜晞饰演的男主身着红衣，在雪地中被白鹿饰演的女主一剑刺中，血染唇齿，倒卧雪地。红嫁衣在纯白冰雪中像是一场静默的爆炸，美得惊心，痛得窒息。网友惊呼：这是情人节还是情人节？这一幕如刺破梦境的惊雷，在无数情侣的糖衣幻觉中投下阴影。此刻临江仙不再是一部古装剧，而是一场让人瞠目结舌的情感审判。恋爱不是糖，是刮骨疗伤的修罗场。情节怎能求我你？这句对白如同从鞋里捞出的呐喊，被观众一遍遍剪辑转发。白鹿的嗓音哑哑，眼神却清明如冰，那不是对爱的追问，而是对命运的反抗。在这对 CP 之间，早已没有你侬我侬的柔情蜜语，每一个拥抱都藏着暗器，每一次亲吻都似倒数的开始。他们不是恋人，是困在爱与恨之间的宿命对决者。爱不再是救赎，是审判；不再是慰藉，是劫难。红嫁衣，雪地翻滚，极致美学与极致残酷共存。白鹿穿着重达30斤的红嫁衣，在零下10度的雪地中翻滚、挣扎、尖叫。她从喜悦的抚摸腹部，到流产时的撕心裂肺，不过短短几秒，却像极了人生的残酷剪影。这场戏不再只是演，而是情感本能的释放，是一种激进极限的表演方式。镜头定格在她眼角滑落的泪珠，观众早已屏住呼吸。红衣、雪地、鲜血、哀嚎，这是极致视觉与心灵双重惩罚的暴力美学。杀夫正道，古偶剧的新女主角醒宣言。在诛仙台上，白鹿亲手刺穿爱人的胸膛，不是因为恨，而是因为选择。那一剑是她对命运的反击，对为爱牺牲的讽刺。来世莫相见，这是她冰冷又坚定的告别。她不是被爱所困的悲情女主，而是用行动书写觉醒的新女性。杀夫正道不再是传统叙事中的罪，而是她的自由宣言，是她向陈旧观念开出的子弹。病态美学，细节控的地狱乐章。真正令人窒息的美，不是纯粹的视觉冲击，而是藏在细节中的隐喻。临江仙对细节的雕琢，几乎是一种偏执式的浪漫。白鹿脚上的仙骨囚徒铃铛，不仅是一件道具，而是一种宿命的注脚。每一次脚步的轻响，都在提醒观众，他的命运从来不是自己选择的，而是被逼着走上这条成仙即成裘的血路。还有那个仙人掌形状的药勺，设计精巧，刺骨深意，甜药之中潜藏尖刺，就像爱情，外表柔软却可能致命。这种反转美学把观众推入情绪的炼狱，我们一边被唯美画面吸引，一边又不由自主的警觉揪心。那不是美，而是心碎的仪式感。你以为在看仙侠，其实是在体验一场压抑而真实的情感噩梦。白发战神的代价，你看到的仙是他的痛。银白的长发，苍凉的目光，战神的盔甲与血色的泪水交织出一个冷艳又破碎的形象。曾舜晞不是在演绎仙，而是在用自己的痛把一个英雄拉下神坛。他每天承受13小时的高强度拍摄，假发让头皮发炎，打戏让他遍体鳞伤，却仍坚持到每一个镜头都完美为止。他不只是职业演员，更像是一个与角色共生的人。而观众为何动容？因为我们在他的一滴血一滴泪里看到了自己的压抑，自己的痛。他不是遥不可及的战神，而是每一个在爱里坚持、挣扎、不愿屈服的普通人。他哭，不是因为脆弱，而是因为扛得太久。这种撕裂感不是靠剧本能演出来的，是靠共情与诚意传递的。他用痛苦换来观众心底最深处的共鸣。不是仙侠，是反乌托邦。古装剧从不缺仙气，缺的是现实感。临江仙用反乌托邦的笔触，把仙侠神话反转成了一场对现代情感的拷问。剧中的你要天下还是要我，不再是爱情的浪漫选择，而是命运的双重暴力，选择权是假的，结局早已注定。女主说我选第三种，
其实是对整个系统的否定。他拒绝被困于爱情或权力的两难，他要的是我自己。这是新一代女性角色的觉醒宣言，也是观众内心长久压抑后的情感释放。我们在荧幕前被这些角色唤醒，原来放弃不是懦弱，离开不代表失败，而是自我救赎的开始。临江仙像是一面照妖镜，把那些美化的情感毒素全部撕开，告诉我们乌托邦不属于现实，属于你的只有你敢争取的自由。观众不是被虐，而是被唤醒。很多人说临江仙太虐，但真正被虐的不是情节，而是那些看清自己的观众。每一个角色的伤痛都是我们曾经经历或逃避的影子。当白鹿在雪地中痛失孩子，你想到的是不是那段让你失去自我的感情？当曾舜晞倒在红嫁衣上，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既盛大出现又残酷离开？这部剧最锋利的地方不在剧情，而在真实。它拨开了只要相爱就能克服一切的幻觉，用血与痛提醒我们，爱不是避风港，是风暴本身。我们不是看剧被虐，而是终于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了那个还没来得及被理解、被释放的自己。如果你觉得痛，那说明你还没麻木；如果你还愿意看，那说明你还想活得更明白。它不是在摧毁你，而是在唤醒你，碎片中重建自我。有人说，看临江仙像是自虐，我说那是一场灵魂的清创手术。它逼你面对内心的裂痕，也给予你重新拼凑的勇气。如果你曾经深陷一段让你撕心裂肺的感情，如果你也在雪地里滚烫过眼泪，那么请相信，这部剧不是虐你，是在叫醒你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被这段血色爱情打动，如果你也曾为一场不被理解的情感付出全部，如果你也在努力重建自己的心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，你最痛的那一刻，是不是也最想重生的瞬间？别忘了点个赞，留下关注，评论你的想法。未来我们会一起解读更多这样的作品，把痛写成诗，把爱活成自由。